OK，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这个我们鞋顶的知识点，好吧？今天不分模。好，大家晚上好，我是青宇老师。今天这一节课呢，主要呢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鞋顶的一些这个设计思路，包括呢如何去找到这个产品的一个鞋顶的脱模方向，然后呢怎么把这个鞋顶呢设计出来，以及它的角度啊，包括整个一个系列的一个设计。那么首先呢，我们现在桌面上面所看到的这个产品呢，是一个汽车上面的一个空调那个出风口的一个小零件。然后这个产品呢，它的这个大小呢并不大，但是呢，这个产品的难度系数呢可以说是万把块钱一个月的这个产品。那么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今天要讲的知识点啊。今天呢主要围绕这个鞋顶，还有呢这个鞋顶呢来跟大家讲。当然，这个位置呢，首先，同学们，我们先对产品呢做一个分析。这一个分析呢，在这里大家知道鞋顶的打个1好吗？知道鞋顶，就是说有这么回事的，有没有同学就是不知道鞋顶是个什么东西的？有没有？有吗？这个没有的话，对于这个鞋顶的这个基本介绍我就不介绍了，好吧？我们就直接。来跟大家讲一些我们这个加工当中的一些东西，好吧？如果到时候大家在听着听着，突然有同学不懂的话，那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提问，好吧？那我们还是围绕这个产品的一个鞋顶位置呢来跟大家讲。首先呢，我们先做一个这个面分析。其实对于面分析呢，公开课上面不管讲分模，或者说我在讲其他的知识点呢，其实这个命令我是通常会跟大家讲怎么去用。对吧？以及它在我们这个模具设计当中，它的一些前期制作位置上面它的一个重要性这个是讲的比较多的，相对来讲。然后呢，这一个我们现在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个分析呢，其实就是对产品的一个脱模方向分析。那么这一个方向的分析呢，它是跟我们的鞋顶的这个脱模方向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它的位置方向呢是不一样的。那首先呢，我们对它做一个最前期的这一个分析的话，其实我们要先分模，知道吧？对于这个产品，我们要先把模分出来。把这个分析面拉出来，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分析面呢我们就不拉了，我们直接呢来针对这一个位置的一个倒扣。那么这里呢，我教一下大家如何去辨别一个产品倒扣的位置。那么这里呢，倒扣的出模方式呢，它不单单只有鞋顶啊。其实如果说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一些这个出扣的这个结构的话，那我们可以说滑块和鞋顶都是用的比较多的，对不对？那么滑块和鞋顶这两个结构，那我们其实在我们设计当中，或者说站在我们的角度，不管是这个行业的角度上面来讲呢，我们更倾向于滑块。但是呢，今天为什么挑一个鞋顶跟大家讲呢？因为滑块的话，大家在做设计的过程当中，应该来讲会接触的比较多，因为滑块的稳定性啊，包括它的一些其他方面，都是要更优于我们这一个鞋顶的，它的强度或者说这个稳定性。那么这里呢，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呢，首先第一，在这里大家注意看啊，我们常见的倒扣有2种，常见的倒扣有2种是什么意思呢？例如一种最常见的就是这种，同学们看到没有？这种孔就是你只要确定你产品摆正的方向了以后，这种孔你不需要分析，那同学们它一定是倒扣。那么这个倒扣它是从何而来的呢？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们产品的壁后面，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产品的一个 A 面，对吧？然后底部这个位置呢是我们产品的一个 B 面。那么当你的这一个产品交位有竖直向下的这一个方向的一个厚度，在这个中间出现这种空孔的时候，那么同学们这一种就你考虑不要考虑，它一定是倒扣，知道吧？那么除去这一种呢，它还有一种呢，它是上下插穿的那种孔，那种孔不是倒扣。那么这一种孔呢，它很大几率就是说大部分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产品是这样的啊，同学们。对吧？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产品壁后。如果说在这个侧边出现一个这样的通孔，那么这个孔呢，80%是倒扣。但是呢，这种孔呢，也有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把它做成一个上下插穿孔。上下插穿孔就是不让这里出一个倒扣，不让这里出一个前模抽芯。因为有些产品它是有表面要求的，那么我们的表面呢就不会去做那一个抽芯。那么前后模滑块呢，它也是不一样的。前后模滑块不一样，为什么呢？那么在我们这一类汽车模当中，这里我们只说汽车类啊，在汽车类模具当中，我们的这一个客户对于生产每一个产品生产的时间是把控的特别严格的。
你要做一个前模抽芯的话，就耽误它每一个产品生产的时间。那么有一部分产品客户是不会同意我们在这里去做一个前模抽芯。当然，做前模抽芯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我们就做前模抽芯而不做前模滑块的目的呢，就是为了我们的产品表面上面、外观面上面呢没有滑块的这一个夹线。但是呢，你如果说做这一个前模这个前模抽芯的话，那么在这里它就会影响到我们每一个开模的一个时间。比如说我要先抽这个抽芯抽出来，对吧？然后再来开模，这样呢它会多一个动作，而这个动作其实同学们它没有几秒钟，知道吧？它撑死了2秒钟，但是呢我们的客户对于这个点他是不怎么建议，或者说你影响了他的一个周期，他就不会同意我们做。而对于这个产品上面的倒扣呢，首先我们呢主要看到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个位置啊。那么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些地方的红色面，这个地方的红色面，然后呢还有这一个位置这里的红色面，包括这一个位置，那么都可以说是倒扣。那么也就是说这一块我们是要做一个斜顶的。但是呢，除了这一块做斜顶以外，同学们我们再分析一下，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它也有这种倒扣，对吧？那这种怎么做呢？这里大家注意，得分开做。分开做是什么意思呢？例如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倒扣，它的出模方向是往这边出的，然后这个位置这些方孔啊，这些孔的一个这个倒扣，它的出模方向呢是往这一边出的，它们的出模方向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把这个斜顶呢做在一起。同时对于这一个斜顶，同学们注意，我们怎么去做能够让自己做得更清晰呢？你最好能把它从这个中间给它劈开，对吧？你在这里摆个坐标也好，或者说呢，你用这个视图这个剪切工作截面和编辑工作截面呢，你把它其中的一半呢，你把它给它割掉，在这里利用这一个动态坐标 XYZ 3个方向，那么在这里你把左边这一半呢先给它隐藏一下，然后再单独针对这个位置的一个倒扣。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像这里也有瞳孔，对吧？这里也有瞳孔，这里也有瞳孔。然后呢，我这个产品的一个倒扣呢，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它肯定是一个倒扣部分。当然我们就是说我是怎么分别出来的，或者说同学们拿到产品，我们首先第一步应该要讲的就是怎么去辨别和区分一个倒扣，对不对？我连倒扣都不知道怎么去区分，那我怎么知道这个地方要做什么样的结构的？结构的话我们暂且先放到一边，因为做结构的方式呢，我刚刚跟大家讲了，普遍的就是滑块斜顶，对吧？那么我们去确定一个倒扣的方式呢，首先我们先通过面分析状态。在这里大家要注意，你面分析状态必须在产品摆正的状态，并且是以脱模方向分析，能明白吧？在这里我们在分析形状、斜率、分析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所选择的脱模方向必须是朝上的，对吧？那么你选择一个朝上的脱模方向，把这个产品框选并且分析起来了以后呢，当它出现颜色杂乱不一的时候，那么这种位置我们就要注意。也就是说，比如说同学们，这种面是倒扣吗？这种位置是不是倒扣？不是。那么什么位置是倒扣呢？红色面重叠，蓝色面重叠，红蓝色重叠。重叠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我们来看到这个位置啊，就以这个位置呢，我们来作为一个例子。那你比如说，你像这个地方，同学们，我们这个位置是有蓝色面的，对不对？然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也有蓝色面，对吧？但是你摆正去看，这里的蓝色面和这个地方的蓝色面是不是好像在一个位置，对吧？这种叫重叠。在上面也有，下面也有。当然我们除去判断蓝色面以外，红色面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像这个地方有红色面，对不对？这里也有红色面。当然你具体去判断它是因为什么呢？像这个产品的话，那在这里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也是倒扣，对吧？我这个地方有一条分歧线，我这里有一条分歧线，我这里还有一条分歧线，你再到这个下面来，这个地方也有一条分歧线。这里呢，同学们注意啊，在遇到这种结构较多，在同一个位置有几个结构的时候，同学们一定要单独去做，并且呢要做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分析。而如果说你把这个地方的倒扣你分开做，对吧？我们先做这一个倒扣，再做这一个倒扣，然后再到这一边，对吧？我们再来做这一个方孔的倒扣，再来做这一边的倒扣，那这个东西它就不难了。首先你得分开做，知道吧？其次呢，同学们，像这种产品呢，在这里我们这一节课很简单，你只要搞明白什么是斜顶，怎么去能找得到斜顶，能够把这个斜顶设计出来，基本上就 OK 了。那么对于这种汽车模当中的斜顶呢，它跟我们这一个平板模像这种模具当中的斜顶呢，它就不一样，知道吧？这种斜顶我们一般都是这种方斜顶，就是这种就是说这个斜顶是四四方方的。
那么在汽车模当中的鞋顶呢，它一般分鞋顶头、鞋顶杆和鞋顶座。那么小模具当中呢，它就是一个鞋顶杆，看到没有？也就是说这个位置是产品的一个交位，对吧？然后呢，这个是鞋顶杆，这个是鞋顶座，它们是就是说鞋顶杆和鞋顶座是分开的。然后像汽车模当中，像这种大鞋顶的话，它们是分开的，鞋顶头是鞋顶头，然后呢会有一根鞋顶杆呢插在鞋顶头这个头里面，然后这根杆呢再套到我们的这个万向滑座里面，这个滑座上面。那么像这里我们注意看怎么去取呢？首先我们要把这一个倒扣和这个地方的倒扣，还有呢这一边我们来看到这一边这个里面的倒扣，我们要取到一起。甚至我们如果可以啊，就是说这几个方孔如果能做到一起的话，我们呢尽量给它做到一起，也就是说你以一个鞋顶把这整个这个地方的位置把它倒扣全部出了。至于这个地方的这一个倒扣，这里我们可以换做前模鞋顶，对吧？我们这里暂且呢先不考虑这里的倒扣，我们只能考虑到这个位置，因为这个我框起来的这个位置，我红圈圈住的这一个位置，它们的脱模方向呢好像是一致的。当然我们怎么去确定的，其实这个脱模方向不难找，知道吧？那么这里呢我们直接改变我们的一个分析方向、分析形状、斜率，还是通过斜率命令呢，我们来选择一个比如说横向的这个方向，对吧？ YC 方向的一个轴量。那么这里大家要注意，我们刚刚这个地方是倒扣，对吧？然后这个地方是倒扣，对不对？然后这一边是倒扣，你按刚刚我们这一些倒扣的位置看一下有没有呢其他的一些颜色杂乱，是不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我现在往这个方向分析，对吧？我现在分析的是什么？现在分析的呢是这一个鞋顶位置的一个脱模方向。那么你如果再单独针对这一块位置做一个分析，它还出现什么？比如说这个是蓝色面，这个是蓝色面，这个是蓝色面，对吧？那这个肯定脱模方向就不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呢现在啊它是正脱模，正脱模就是这个鞋顶不是这样子斜的，知道吧？它是这样子按照我们绝对坐标的正 XC 方向或正 YC 方向就可以脱模的。那么这里我们就不需要去有两个角度。当然我们也有这种情况的，比如说它要这样子斜，对吧？然后呢它要这样子斜，对不对？然后还不能平滑，它要斜滑，那种呢我们叫做斜顶。这种现在我们今天讲的这一个，它就是非常普通的啊这个斜顶，那么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那么这里我们首先呢利用一个方块将这一个我们需要做斜顶的位置呢你先包起来，对吧？把这里创建一个方块，然后 OK 确定。这个方块大小都无所谓啊，你只要有一个方块在这里，对吧？我们选择这一张面，对吧？把这个方块稍微搞得大一点点。然后呢，我们再来取什么呢？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们是根据这一边的方向来作为这个鞋顶的脱模方向，对不对？然后呢，在这里大家要注意啊，对于这个鞋顶的角度和鞋顶的这一个脱模形成，这个我们是在去取这个鞋顶之前，我们在做这个 DFL 报告的时候就要分析出来，知道吧？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这一个鞋顶，现在假设啊，我是大概从这个位置到这边这个位置是40个毫米的一个倒扣。那么这个40个毫米的一个倒扣呢，我们模具顶出要顶多少？这个是第一。其次第二，我的鞋顶杆的角度是多少，对吧？比如说我在这里呢，我创建一个块，对吧？我从这个鞋顶从这个位置退出来，最少得45个毫米，知道吧？我这个中间我鞋顶退出来了以后，我这个位置是要留一段安全距离的，是吧？我们通常是在2到3个毫米左右。那么这里呢，宽度是40个毫米，因为这一张面是有斜度的，所以说我们暂且呢定45。那么这里呢，你从这个位置退出来，必须要有45个毫米的一个间距，来给我们这个鞋顶呢去往后面退，这个是第一。其次第二呢，就是你40个毫米的一个倒扣距离，我们顶出要做多少，我们鞋顶杆的角度要做多少呢？在这里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一个验秀外挂啊，直接利用这一个计算工具，在这里有一个鞋顶的计算工具。那么这里呢，我们已知的是什么？已知的我的这一个倒扣，对不对？我们倒扣的这个长度是多少呢？是40。然后呢，顶出和这个鞋顶角度我们是没有计算的，对不对？就是说顶出的话，假设我们定顶出120，
那么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要做18度，我才能够计算这个通波形存是40。但是同学们，这里的40够不够？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地方40够不够？肯定不够，最少得45，是吧？为什么得45呢？因为我倒扣我都有40个毫米了，我还要有安全距离，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的斜顶角度是20度，这里大家有做过这个20度的斜顶吗？有没有？啊，有做过20度的斜顶没有？同学们应该没有吧？这个斜顶的这一个角度，这里呢，同学们，我们通常是定义在12到14度，知道吧？这个是在我们汽车模当中，这个是一个规定。规定是什么呢？超过这一个12度或者说14度，我们就要向客户申请，必须得让他们同意。那么这里的话，很明显，我必须要加顶数形成。在这里大家注意啊，其实斜顶呢，它就是一个三角函数的一个计算。那么已知我们的这一段距离是脱模形成，对吧？这一个不变。那么我们只能说，要么就加这个顶出的一个高度，要么就加大这里的角度。而角度其实它也有这一种，就是说类似于像这种潜规则一样，对不对？那么角度的话，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把角度呢控制到，比如说我们最大做14度，那么这里我们顶出要顶到180，是不是？那么180的顶出，在这里大家注意，汽车模当中我们既不用黄弹簧，也不用蓝弹簧，也不用红弹簧，知道吧？这个大家知道吧？我们如果说是用弹簧或者就是复位的话，我们用的呢叫做氮气弹簧，而氮气弹簧呢要根据不同工厂的一个制作标准。像我们正常的话，氮气弹簧它的最大顶出距离是125，但是呢也有那一种比较长的，比如说有没有能够支持到顶出180的这种氮气弹簧呢？也有，但是呢这一种我们一般是不怎么采用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距离太长了。那么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考虑这套模具用什么顶出或用什么复位呢？这个大家知道吗？就是你现在如果说你这个扣要完成的话，你顶出必须是180，对吧？而你这个斜顶角度，这里你要做到16度，同学们有点难。你要做18度、20度，甚至像我自己啊，就秦宇老师，我自己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斜顶只给做12度，斜顶啊只准做12度，不准做14度。你如果要做14度，你得做报告给客户，他同意你做你就做。为什么呢？因为你斜顶的角度越大，它的这一个在模具里面卡死的这一个几率就越大。因为这个同学们，大模具它跟小模具不一样，知道吧？然后在这里同学们，我们顶出180的话，如果说不能用氮气弹簧，或者说没有这个标准的氮气弹簧，那我们怎么样呢？用油缸顶出。油缸顶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里同学们注意看，我们这一套模具呢，用这个油缸来复位，能明白吧？就是我顶出的时候，我不用那个注塑机上面的顶棍，我直接用这个油缸拉上去，把这个顶正板顶上去，对吧？然后我再用这个油缸拉回来，这样这个中间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呢？这样一做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什么氮气弹簧或者说什么弹簧了，知道吧？这个大家能理解吗？这个能不能理解？也就是说，针对这一套模具这一个扣位的一个倒扣的距离，包括我们角度的一个计算，再涉及到它的一个顶出距离。那么在这里我们做斜顶的话，必须是呢一套过来的，知道吧？啊，必须得是一套出来的。然后这里呢，我们确定这样做了以后呢，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你不要忘记了啊！你搞着搞着，等一下把这个地方的倒扣在哪里你给忘掉了，这个就不行，知道吧？然后这个位置我们如何去做呢？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出模方向呢为这一边，不能从这边出啊，因为如果说你出模方向从这一边出的话，这个位置的倒扣是出不了的，只能出这个地方的倒扣。那么我们保证这个位置扣位能出的话，那出模方向只能走这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开始第一步设计这个斜顶头。对于这个斜顶头呢，其实它的这一个设计方式，我们要做的呢，第一个，我们直接把这个面用偏字面偏下来一点啊，直接给它拉到这个下面来。因为这个产品呢，我是没拉分洗面的，所以说我们等一下呢，要把局部这一个位置的分洗面呢把它拉出来。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背面斜顶的背面直接替换到这张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斜顶的背面。在这里大家注意看，那么这一个背面它能不能支撑我们做这一个呢？啊，同学们，能不能支撑做？不管它能不能支撑做，我们先做成这样，对吧？然后这边的这一个斜面我们得做过来一点，
对吧？这一个斜面做到哪里呢？现在我说实话，那同学们我们也不怎么好取数，对不对？那么我们先呢直接把这一张面替换面呢就替到这一边，替到这个里面，或者说呢替到这个面都可以。你暂时先做到这里，然后呢我们底部再给它加厚，以这一个位置作为一个参考，就是这个是我们斜顶最底部的一个位置，在这里摆个坐标，对吧？你直接以这里我们给它偏置面把这个面向上抬50个毫米上去，抬50个毫米上去以后呢，我们再以这个位置利用修剪体，这个拆分体或者说修剪体啊，我们把这个以负 GC 的一个坐标，对吧？这里是60，这里呢我们要上去多少？最少要8到10个毫米的一个安全距离，知道吧？这里我们OK， 这里我们给它割一刀，这个就是我们斜顶的最底部的一个位置。这里我是以这个位置做的标准，上来多少呢？上来10个毫米，当然8个毫米也行，但是8个毫米以下就不行了。在这里大家要注意，课堂上面有没有做这种汽车模的打个1？不是做汽车模的打个2，好吧？就是做那种，就是说相对来讲那种机壳类产品，然后家电类精密模的，像这种，因为这种模具的话，比如说像我今天给大家看的这种。对吧？你这种模具，如果说它普遍比较小的话，它在设计上面一些工艺是不一样的，能明白吧？你像这个产品才多大，对不对？这个产品107、157的长宽，对吧？12个毫米的高度，像这种产品是属于就是说比较小的产品。但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呢产品，它的长宽是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我们也可以给它测量一下长宽。那么这里是235、585，对不对？看到没有？这个它的一个长宽就比较，就是说相比较下来讲是比较大的，并且我们这一套模具是1出2的，知道吧？就是这一套模具里面出2个产品，明白吧？那么像这里我们给这一边做完了以后，接下来我们再往哪里做呢？这一个方向已经定了，然后里面大家注意，这边这一个方向已经定了。对不对？这边这一个方向，我们基本上就是定到这张面，这张面如果再过去就不行。如果说我们这个面再往这一边偏置，那这里的扣除不了，对吧？这个地方的扣就除不了了，它就倒扣了。然后呢，我们再做到这一边，那么这一个斜顶呢，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是做多少度呢？做14度，对不对？那么我们斜顶的角度和我们斜顶头的一个背面角度能做成一样吗？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同学们，我要给它我现在直接给它拔模了，对不对？我选择这一条边，对吧？我们这一个面拔模是拔14度还是拔多少度？啊，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一个斜顶头的这一个角度拔多少度？拔14度是吗？啊，这个大家不知道啊？你们都是零基础嘛？是不是今天讲的这个稍微有点小难？啊，这个怎么看你们都不怎么敢说话了？今天啊，平常上课挺有意思的呀。啊，我估计我估计你们是，我估计你们是这一张面不能做14度，要做16度，知道吧？要加2度。为什么说要加2度呢？因为我们这里计算的是什么？我们刚刚这个 CAD 里面，我计算出来的是斜顶杆的角度，斜顶杆的角度和斜顶头的背面的角度它是不一样的，能明白吧？这个大家能明白？我们现在计算的是这根杆子的角度，我们现在在做的这个位置是什么呢？是这个斜顶头，然后呢，我们最后会在这个地方插一根这样子的圆柱体，这种圆杆，能明白吧？哎，对，没错，这呀，终于有一个同学能懂了，就是我们如果说这个斜顶头的这个位置，这个背面，我们做14度，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个斜顶杆也做14度的话，那这种情况是容易撞模，或者说呢，容易导致我们这一个方块这一个块斜顶头呢，与我们的这一个后模呢发生碰撞。所以说呢，我们一般是会给它的背面加2度，加2度呢，其实我们就是你实在要不能理解的话，你就把它理解成安全距离，知道吧？就是安全距离或者说安全角度。
那么当你这个背面做16度，这个背面做16度没关系的啊，你这个背面做18度都行，只要你允许，知道吧？这个背面是没关系的，这个地方加2度，它就像我们滑块那个背面加2度是一个概念。然后呢，你做到这一步以后，其实同学们，我们主体的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分析面的一个主体情况就已经做出来了，这个斜顶。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要做什么呢？我们再把这个面呢稍微偏置出去个3-5个毫米。为什么说偏出来个3-5个毫米呢？这里大家还要注意，比如说我这里我这个斜顶头，我最终是要向 YC 方向，我要退多少？我得退45，对不对？那么这里我们可以模拟一下这个动作，你把它退出来45，朋友看到没有？45的话，是不是这个位置？朋友们看到没有？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节空隙的位置在这里？这个能明白吗？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方块从这里开始退出来45，你要注意2个。第一个，这个中间有安全距离；第二个，这个背面这个位置啊，你不能撞到这里了，或者说这一段从这里开始到这个位置中间这一段的产品，它不能出现什么加强筋，或者说其他的特征。那么如果出现了这种，我们是不允许的，不允许存在，或者说不允许有的。那么这个产品我们是没毛病的，对吧？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做的。然后这一个斜顶头你做出来了以后呢，别着急，我们再给它呢，比如说你像这个底部我们还没设计好，对吧？我们只是说把这个地方下面这一块，对吧？到时候我们这样子插一个斜顶在这里，那这个我们就没什么毛病。但是呢，我们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方面分析，比如说这个地方的分形线，对吧？我们是不是得把这个我们产品要拉分析面的地方，就是说你看做到哪里，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做到这个位置，对吧？假设我们外面做到这个分析线做到这个位置的话，那我们得在这里抽取出来一条等斜度曲线，对吧？你虽然说这里我们没有什么延伸啊，或者说我们没有做分析面，但是呢，同学们，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的优先步骤还是做分析面。这里我们要拉伸出来一张面，这个地方我们呢这一张面得向这个方向拉 ，OK。那么拉出来了以后呢，这一边就等于说在这里大家注意啊，我们外面这一个位置，我们的分析面就只做到这里。但是呢，有一个点就是，比如说这里看同学们，我这张面只做到这里嘛，就是我这个方向的这个斜顶的这边这个面，是不是只做到这里？不是，啊，这里出去10个毫米的安全距离，这个大家能理解吧？也就是说，你的斜顶必须是完完整整的把它包起来，而不是说这里差一点，那里高一，就是那里差一截，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一边的距离就已经定好了，而当然我斜顶这个位置呢是什么？就是分析面，我们的前模会压这个斜顶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里面，这个里面就不好做了，同学们。外面的分析面，我们可能说一个拉伸呢，我就把它拉伸出来了，对吧？然后这个里面的分析线，那它就比较复杂了，是不是？我们呢来看到这个位置，比如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分析面，对吧？然后呢这一边的分析面，它是从这里过来，这里这样子下来，然后这里过去，这里上去，这里再这样子走的，对不对？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槽在这里，然后同学们，这张面是倒扣吗？啊，来，大家能看得出来吗？这个地方这一张红色面是不是倒扣？啊，这个大家能看出来吗？这个红色面是倒扣吗？同学们，是吗？啊，不是，对，没错，这个红色面它不是倒扣。这个位置倒扣的是这几个方孔，这里看到没有？这里，然后这里，知道吧？倒扣的地方是这一个红色面，它不是倒扣。那么这里我们只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这个地方的分析面拉出来以后，要对接到我们那个斜顶上面去。那么怎么个对接法呢？在这里，我们斜顶呢已经取到这个下面来了，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不能包住这几个位置。因为在这里我们始终要考虑的就是我斜顶的脱模方向是往 YC 方向走，对不对？然而如果说我们斜顶包到了这一个金条的话，那么这里就会出现，就是说你取了个斜顶，你是出倒扣的，然后你这个斜顶里面呢又还有一个倒扣，那这种肯定就不行。所以说我们斜顶第一不能包这里，这个地方不能包，这个位置只能让它脱前模或者是脱后模。
对不对？那么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呢把这个斜顶呢，我们稍微的给它偏置过来，对吧？我们给它呢，假设啊，我们偏置过来10个毫米，假设做到这里，那么偏置过来这个10个毫米以后呢，在这里同学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孔和这个孔还有这个孔呢脱模拖到这一个斜顶上面，对吧？这个就是我在出这个位置的倒扣的同时，能够把这里的位置的倒扣呢，能够带到这一个斜顶上面，那么这样就更好，对不对？就更方便。当然能带就带，如果说不能带，我也没关系，对吧？我也能接受，是不是？那么这里在这个位置大家注意，我们呢把这个斜顶往右边再加过来20个毫米，我直接呢把这个地方的分析面我先给它做出来，对不对？因为这个地方分析面没做，我根本就是说不好去处理，知道吧？那么这里的话，我们在这里呢扩大一张面，对吧？分析面在这里是吧？然后这里这个底部我们扩大一张面，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分析面它的一个走向。OK， 再到这一边，再到这一边，再到这一边。那么把这2个分析面做出来了以后呢，我们给它来制作一个拐角。OK， 做成这样以后，同学们，这个位置就是就是说现在这个分析面就是目前我这个产品已根据脱模方向所分析出来的一个分析线。但是呢，我们直接这样给它做能行吗？啊，直接给它这样做能不能行？那这张面首先我们不能做到这里去，我先给它做到这里，对吧？我先给它做到这个外面这个分析线的这张面这个位置，然后呢，因为这个位置它不能包什么呢？不能包住这2个股位，并且我这个里面的同学们，我这个里面的分析线它应该是在这个下面这里，对不对？它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才对。那么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里面的分析面和外面的分析面把它分开来做，分开来做，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啊，同学们，来，这个能看懂能听懂吗？等一下我讲了半天，你们毛都没学到，这个能看懂能听懂吗？比如说现在其实这个斜顶它是确实是有难度的，它比起这种斜顶，大家可以看，它比起这种斜顶要难很多啊，它不是难一点点。这个同学们能听懂吗？这个斜顶能不能听懂？来，能听懂你说句话，不能听懂你也说句话，好吧？你们要不讲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讲了。来，有不能听不懂的，就感觉听天书的那种，打个1，好吧？要都听不懂，我也不跟你们讲了，好吧？因为没有意义，我讲个这么难的，大家都听不懂，对吧？我还倒不如跟大家讲一个这种简单的斜顶，让你们多多少少能够学点东西，对吧？因为这种斜顶，它确实有难度，能明白吗，同学们？确实有难度。这个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一个产品它的难度，整个产品的一个难度系数呢，像这个产品的整个难度系数，就是说你能够把整个产品设计出来，你的工资就一定不会低于1万，知道吧？然后其实同学们，其实我在这个产品当中，我挑的这个斜顶还是简单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啊。就是在这一个产品当中，就单对于结构而言来讲啊，对于结构来讲，这一个结构是简单的，是最简单的。这个产品当中没有比这个斜顶更简单的东西了，知道吧？都不懂是吧？有2个同学能听懂，其他的同学呢都听不懂是吧？都听不懂，那我们就换一个好吧？换成这种斜顶来跟大家讲，行吧？这个斜顶如果说你们有兴趣，我把这一套模具发给你们，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好吧？我把就是说你们如果对这种斜顶感兴趣的话，我把就是说这个产品的这一个成品就是说这个斜顶设计好的这个成品，我发给你们，这样你们看行不行？知道吧？因为这个东西我讲半天，你们要听不懂也没有什么意义啊，好吧？这里有1个同学能听懂的，知道吧？你1个同学听懂没什么用啊，知道吧？除非你们有1半的同学能听懂，那我再接着讲，知道吧？就你如果说同学们有1半的同学听得懂，那我再接着讲，知道吧？行吧？你们就同学们你们自己选，好吧？你们自己选，行吧？
那这个就是这个设计好的一个鞋顶，看到没有？这个跟我基本上跟我设计的是差不多的，对吧？看到没有？我们里面这个鞋顶就取到这个位置，对不对？看到没有？跟着下面的这个分形线走，是不是？然后我们外面的话就取到这个位置，是不是？它这个地方在这里大家注意啊，为什么我取的跟这个设计好的这个我的是平的出来的，对不对？然后它这个是这样子斜下去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个结构，知道吧？就是这个位置，我刚刚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我们还要附带一个这个位置，看到没有？这个地方也是一圈倒扣，这种倒扣我们要在这里加一个弹块，而不是滑块，知道吧？我们要在这里加一个小小的这个弹块在这里。那么所以说呢，我们需要在这个鞋顶上面呢加一个这样的小斜面在这里。正常来讲，这个产品它的分形线是在这个位置，对不对？我们这样子平的拉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呢，因为这个位置这一圈它还有一个倒扣在这里，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鞋顶的基础上面再加一个小小的斜度，能明白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又都能听懂的，这个就尴尬了。那能听懂的打个1，听不懂的打个2，好吧？听不懂就听不懂，听不懂我们换个简单的，听得懂我们就接着讲，行吧？就是说你们想继续听这个，可能有些同学他就算他听不懂，知道吧？他也想听。明白吗？哈哈，有些我估计有一大部分同学他也听不怎么懂，反正呢就感觉这个好牛逼，对吧？就想听，是不是 ？OK， 那我还是接着讲这个好吧？其实我也不想讲一半我就不讲了，我也不想这样，因为我这一节课本来备课就是备课的这个案例，我这个案例呢，对于这种案例来讲呢，老师我也不需要备什么课，知道吧？就噼里啪啦的就能跟你们讲起来。这个呢，我确确实实是就是说在下午的时候我有备一下课，好吧？ OK， 我们就再接着讲，行吧？这里的话，我们注意啊，这个地方我们就这样做，知道吧？我们暂且先不管这个地方的弹块，因为刚刚我给大家看了一下这个地方的分析面啊，跟老师你做的不一样，对不对？老师我做的是平的做出来的，然后呢，这一套设计好的模具它是斜的做下去这样做的，这个地方因为它这里还有一个弹块的结构，但是现在同学们我们拆开做，知道吧？ 拆开去做，我们到时候把这个鞋顶做好了，你做这个弹块的时候，我们再到这个上面去挖都行，再去挖这个弹块的一个分析面，或者说它的一个轮廓都可以。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暂且先做成这样，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这边已经做好了，对吧？这边已经做好了，然后我外面也做好了，里面的一个距离我们还没有定好，包括这个外面的这个位置我们也做好了，对不对？是不是？ 我们最后只剩下中间这个位置，其实中间这个位置呢，我刚刚已经马上就讲的差不多了。中间这个位置呢，我们只需要把这一个方块啊，我们去除一下参数，把这个分析面先隐藏一下，然后这里的这2张面我们用不到，对不对？我们直接呢就把我的分析面做到底部的，我们随便比如说做到这一张面这个尖角这个位置打指。 我们在这里呢摆个坐标，但是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们鞋顶的轮廓你不要跟着这样的轮廓走，知道吧？你不要跟着它走过去，能明白吧？我们直接假设你在这里摆个坐标，对吧？然后我们拆分体，选择我们的这一个 JC 方向，上来10个毫米，割一刀。你只是割一刀，你不要把下面的割掉了啊！你割完这一刀以后，这个上面的里面这档面，你基本上你替换面你就替到这里来，就完事了，知道吧？ 然后我们再把它结合起来看，这个就是我们讲到滑过去，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这一个鞋顶的一个这个外体的一个框架，就是说它的一个长、宽、高我已经设定好了，该在什么位置，该怎么去做。然后呢，拿这个方块跟这里这个方块，我们求个和，对吧？去除参数，求完这个和以后呢，我们还要去检查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设计的这个方块是这么大的，对不对？我设计的这个方块是目前是一个这么大的块在这里。然而我们在这里呢还要注意，大家有没有发现？哎，这个地方怎么我割完了以后，怎么这里有个台阶在这里？对不对？这个台阶就搞得有点难受了，看到没有，同学们？我的面在这里，然后这个地方放大面分析，大家注意看，这里它有个分析面。 对吧？我们单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这个拐角的这个，这个不好看哦，这个他妈的，这个老是它藏在这个里面，就不怎么好去分析。在这里看见没有？这个位置是我们底部的一个分析面，同学们看到没有？是吧？
那么也就是说，这整个位置这里的分形线从这里下来，这里过去，这里过去，在这里上去，这里过去，看到没有？是这样子走的，对不对？那么我既然这个位置已经是要留一段安全距离，我倒不如怎么样呢？直接把这一张面呢就做到这张面上来，对吧？我干脆呢，我把这张就是说这个斜顶的这一张表面，我直接就对上对齐我这个底部的这个分形面，对不对？那这样我就一举两得，因为我本就不打算把这个上面跟着这个分形线的把上面这里都割掉，因为这一块如果还割掉的话，从这里到这里就没强度了，知道吧？那么做到这一步以后呢，基本上我们的这个轮廓就已经定好了，基本上我们这个轮廓基本上就到这里定好了。最后我们拿这个方块跟产品求个差，但是呢，其实求这个差之前，同学们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块，大家注意啊，我们这个面要加斜度嘛。这边这个面要加斜度嘛，就是说我们这个邻边两侧的面要不要加斜度？要，最少要加3度，知道吧？最少我们要加这个3度的一个斜度，以方便于大家注意看，看到没有？以方便于我们这一个斜顶，给它套进来。在这里大家注意看，这个是斜顶，对不对？这里我们为什么要加这一个斜度呢？看到没有？这个面有斜度，这个面有斜度，也就是方便于我们这个斜顶在安装到模具里面去，怎么样？它如果说不加斜度，那斜顶的这个侧边和模具的这个侧边，它是不是怎么样？就斜顶的这个侧边和模具的这个侧边，它是不是会发生一定程度上的摩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刚刚所设计的这个斜顶呢，我们得把该做的这一些斜度做个3度或者5度左右就可以了。我们一般的话，我们是做3度，知道吧？一般我们是做3度，但是呢，特殊情况的话也会做5度，就是也有这种。我看一下这套模具做的，就是说是这个，说实话我也不记得了，就它是做的多少度。这个只做了2度啊，这个只做了2度，因为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这个高度是比较高的，因为角度太大了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这一个面太长了。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做到这一边两边是3度，对吧？这一边其实同学们这张面也有角度，看到没有？这一张面我们也是有角度的，然后把这里偏置上来一点。OK， 把这一块我们给它偏置上来一段距离，然后呢，我们拿这个方块跟我们的这个产品求差。但是在这里大家注意，求完差以后，现在设计成这样就对了吗？不对，绝对不对。我们把这个也跟分形面求个差啊，去除一下参数，然后呢，把这一块删掉，外面这一块删掉，删掉了以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斜顶其实差不多成型了，但是呢，它只是差不多。比如说你像这个地方这个块。我们要替换面给它剔掉，这个面剔掉这里，这个面剔到这里，这个面剔到这里，我们给它剔平。这几个孔为什么要给它剔掉呢？同学们，我们能把这一个槽、这一个槽、这一个槽做到这个斜顶上面吗？不能。为什么不能呢？因为这个斜顶脱模方向是朝这边走，而这个位置的这个是朝这边走的，知道吧？能明白吧？那么像现在同学们，我们是不是放一个透明度啊？我把产品的表面，我干脆我都给你。我给你该透明的，我给你透明掉。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我这个斜顶是不是基本上就设计到位了，对不对？当然，我们做完了以后还得去检查一些细节，包括什么细节呢？比如说这里要导个圆角，对不对？是吧？这里我们导一个6.5、8.5的圆角，这样方便于我们加工，是吧？导一个8.5的圆角。然后呢，我们这一个斜顶底部这个位置啊，我们要做一个基准台，在这个底部加一个这样的，就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削掉一点。基准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里做一段没有角度或者说没有斜度的面，知道吧？然后我们这种都是就是这种我们都就不着急的去做。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这种地方同学们，我这种位置得对上，知道吧？比如说你像这个面，我们给它替换到这边这张分形面，去除一下参数，是吧？这个面我们就可以删掉了，对上。这一张面直接给它对过来，
那么然后这一边的话，因为这一边是没结构的，对不对？它没有什么斜顶啊或者滑块什么的，这一边到时候我们就直接套到那一个分显面上去了，所以说这个位置已经没问题了。然后呢，我们再来做这一个磨人的做这一个斜顶头的呢一个优化，比如说你像这里要导个圆角，对吧？这里我们都给它导一个 8.5 的圆角就可以了啊。然后呢，这一边的话呢，我们给它干脆缩进去10个毫米。这里的话，我们就是说就不做到这个边边上，我们给它缩进来10个毫米，然后圆角导到这个位置，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方便一些，就更好一点。然后呢，导完这个圆角以后，在这里大家注意，这个地方的分显面上，我们的后磨人上面可能呢就会出现立角。但是呢，现在啊，大家注意，如果说你还不会的话，没关系啊，你先导，你做完了以后，比如说你像，就是有些东西吧，同学们，你不做出来，就是你根本就是你要把它做出来。比如说在这里大家注意看啊，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圆角，看到没有？是不是？这个位置为什么这个斜顶为什么这个位置它不导圆角，只有这个地方导了？然后这里导了，这里导了，对吧？为什么这里不导呢？啊？为什么这里不导？同学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个地方不导？因为如果说你这个地方导了的话，会导致我们的这一个后磨人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尖刚，知道吧？所以说我们这一个方向可以选择不导这个圆角。你导和不导取决于什么？它能不能导？导完了以后会不会导致我们有尖角？还有一种情况。像这个圆角呢，就是还有一种导法，这个导法呢，它是导那种斜顶在骨位上面的，比如说他们导这种可变圆角，这个位置他们可能就导个 0.5 的圆角，知道吧？这里导个 0.5 的圆角，然后他到了这一边吧，他就导个 8.5 的圆角，他导一个这种渐变的圆角，这种它也是方便于什么？其实也是方便加工配磨以及我们斜顶和磨人的一个强度，知道吧？有这种导法的，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就是这个边边上的这个圆角怎么导。至于这种呢，就同学们这个就无所谓，知道吧？你想怎么导就怎么导。然后呢，其实像汽车磨的话，这个圆角怎么导，基本上你决定不了，知道吧？就你像这种汽车磨的话，你说这个圆角我想导这种圆角还是那种圆角，这个圆角导多大，你决定不了。啊，能接到汽车磨的这种厂、这种公司，它公司规模都不小，知道吧？知道吧？你这公司规模都不小，那规模不小的话，它绝对不止你一个设计师。任何一个模具厂啊，不管他不做汽车模，对吧？他做精密模、做出口模、做家电类具模、就家电类型模，只要有3个以上的设计师，基本上这个公司里面它会有针对这类型的产品有一套这种规定的设计流程。然后这个底部的话，我们呢再给它来加一个基准台，基准台很好加，在插入的偏置与缩放里面，我们找到这一个加厚的命令，选择单张面，加厚上来呢3到5个毫米，3到5个毫米，这一个呢是根据什么来的呢？也是你不要加的太高了，知道吧？然后呢加完了以后，我们用偏置面选择镶嵌面负1个毫米，对吧？这个地方我们给它缩进去1个毫米，包括这一边也缩进来了。对吧？缩进来了以后呢，我们再求和，把这个块跟这个块求个和。求完和以后，同学们，那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基准台。而基准台在模具里面是闭空的，知道吧？基准台在模具里面是闭空的。那么我们做的这一段是什么呢？给这个加工人员去下表分钟的，这个大家能理解吧？就这一个基准台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去加工这一块斜顶头的，能明白吧？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种导 C 角我就不讲了，好吧？比如说这里我们导个 C1 的小 C 角，是吧？这种我们暂时就不做。然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呢，就是同学们，我们要去做斜顶杆。斜顶杆的话，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刚刚做的是多少？我们刚刚是16度，对不对？我们外面是16度，里面这个地方，那它肯定就是多少度呢？那肯定就是14度，知道吧？对吧？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摆个坐标，直接呢选择这个圆柱体。然后这个圆柱体呢，像这种它叫斜顶杆，知道吧？斜顶杆的话呢，它也有这一个标准。标准是什么意思呢？通常来讲是15的、18的、20的，它也有那种什么呢？16、18、20、22、24、25这种斜顶杆的大小、直径大小，能明白吧？但
当然像这一个位置的话呢，同学们，如果说单做一根协定杆的话，要尽量大一点，知道吧？要尽量的，比如说直径我们做到25都没关系，明白吧？我们直接在这里做一个，就是说这个圆柱体做出来，然后呢，我们给它来拔个模，不是拔个模，来给它旋转个14度，对吧？直接在这里呢输入14度，负14度啊。OK， 移动。那么一定要确保你斜顶杆的这个角度与这个面这个斜顶头背面的角度有2度，知道吧？一定要就是说这张面一定要比它的角度要大2度。大完这个2度以后呢，基本上我们这个斜顶杆在这里大家注意，我们给它挪过来一点点啊。那么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斜顶杆呢，其实再挪过来一点啊，挪到大概这个中间的位置吧，挪到大概这个中间的一个位置，把它偏字面偏下来一点。这里呢，我们一般是插进去15到25，就是这一根斜顶杆跟插到这个斜顶头里面，一般是15到20个毫米，知道吧？但是呢，有那一种呢，它只插进去12个毫米的也有。在这里大家也要注意，我的斜顶杆跟斜顶头是分开的，是2个零件，知道吧？它们不是一体的，它不像这种小模具一样的，明白吧？它们看到没有？它们这一部分跟这一部分是一块。我们这一个模具里面，它们不是一块儿，它这是一根棍子，这是一个头，知道吧？它们是分开的，能明白吧？然后呢，我们再把它这个加长一点。那么这里同学们加长以后呢，会出现新的问题，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大家知道吗？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个大家知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问题？这个同学们知道吗？啊？这个来，有没有同学？就是现在就能看得出来，知道的。都不知道啊？你们又要听，因为又一问三不知。这个案例我以后不会讲了，这个案例里面的其他结构我也不会讲了。这个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东西吧，你们又要听，一问你吧又不会，这个就搞得我很难受，知道吧？对，没错。我们看到没有，产品这一边也有一个，对不对？你把这个一镜像过来，2个斜顶杆不就干架了嘛，对不对？是不是这里是不是就干架了？对吧？这个其实同学们，我们一开始就要考虑到的。我们就一开始，也就是说我们在还没有去设计这个斜顶头、这个斜顶杆之前，我们就要考虑到。但是呢，一开始我并没有跟大家讲，是因为我们有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这2个斜顶杆打架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是错开，是吧？我这个斜顶杆呢，我就做到这一边；我这个斜顶杆呢，我就做到这一边，这样子错开。然后呢，其实你错开的话，它的滑座会不会打架呢？滑座我也有办法，我可以一个滑座放在顶针面板上，一个滑座呢放在顶针底板上，这样我也能错开。但是这样它只是说不好，知道吧？明白吧？像这种情况的话，当然我们暂时先不，这里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斜顶杆它最终是个什么样子，好吧？这个斜顶杆它最终它的一个这个设计方案。大家看到没有？斜顶杆做到这里就不做了，对吧？这个斜顶杆，这个是同套，这个是斜顶头，这个是我们推动斜顶杆的一个辅助这个位置的一个东西，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实际的，就是说实在的推动这个倒扣的是什么呢？是这个块，看到没有？一个方块。那么这里呢，可能有的同学啊，老师，那你这还是什么斜顶？你不是你这样一设计，那不是个直顶了吗？同学们，这是个直顶吗？这是不是个直顶？啊，这是不是一个直顶？这是一个直顶吗？这不是一个直顶啊，因为我这里呢，虽然说我的滑座没有套到这个位置，但是我这里是有一根斜顶杆的，对不对？是不是？我在拿这个，就是说拿这一个方块顶出这一块的时候，它其实会按照这一个导轨这样子出去，这个大家能看懂吗？能不能理解？能理解吗？
这个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在这里来看到没有？我这里有一根导轨杆，其实我这个就是斜顶杆，对不对？但是呢，我没有把这一个斜顶杆上面套一个滑座，就是用这根杆来顶出这一个这个斜顶头，再来除这个倒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这里会干架，对不对？我这个地方加这样的一块一个直顶块在这里，那么我其实实际我这个斜顶在退出的时候，它不是这样子出去的，而是根据我们这一根棍子这样子出去的，这个能理解吧？这两个都必须有，就是说你只有这个不行，你只有这个也不行，你只有这一个的话，它变成了直顶，它不是斜顶；你只有这一个的话，它顶不出去，能明白吧？能理解吧？这个 ，OK。这个位置的话，我们这个后面的我就不跟大家讲了，好吧？后面的我就不跟大家讲了。然后呢，这一个斜顶，同学们还有什么疑问没有？这个斜顶大家能整明白吗？现在啊，有没有同学还是整不明白的？然后呢，其实对于这一个斜顶呢，我们还要注意的呢，因为我们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去做这个产品，我们要考虑的是全方位的啊。就比如说，你像这里有一个弹块要做，那么就要改变我这个地方的一个分形面。然后呢，我这个底部的话呢，我的斜顶杆会打架，两边的这个杆子呢，会就是说它会相互打架。那么我们呢，需要在这个中间呢，做一个这样的一个顶出的一个，就是说斜顶杆呢，来做一个导向的作用。顶出的话，我们另外再换一个方管去这个方块去做顶出的一个作用。然后呢，我们再看到这一些位置，一定就是你在设计完了以后，一定自己要去检查一下这些位置它对不对得上，知道吧？能明白吧？然后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斜顶头它的一个高低差是，就是看到没有，最高的地方在这里，最低的地方在这里。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有的公司会在这个背面加一个导轨，有的公司会在这个背面加一个这样的一个条状的一个导轨在这里，知道吧？也是方便什么呢？方便我们这一个斜顶在安装在后模的时候能够对接上，它不错位了，知道吧？斜顶头怎么加工的？这就有点尴尬了。斜顶头就是用 CNC 撸出来的，知道吧？明白没有？斜顶头就是用 CNC 给它洗出来的 ，CNC 加工的，知道吧？明白吧？但是这一种斜顶的话，那它就不一样，这种是割出来的。先割出来，然后呢再加工这个位置，这个位置要么就放电，要么就 CNC 搞一下就行了。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割出来的，明白吧？但是这一种就割不了，知道吧？这种斜顶头你割没用，明白吧？就是用你这样子摆到这个上面，知道吧？直接给它 CNC 洗出来的，能明白吧？然后呢，基本上这一张面呢，基本上也是这四张面有用线割的，也有用 CNC 的。这个就不怎么好讲了，知道吧？这四张面有用 CNC 做出来的，也有用线割出来的，明白吧？然后呢，这里的话，我们对大面我们可能会用线割。这里的话呢，同学们，这个案例其实我原本是打算把这整个位置都跟大家讲完的，包括这一边这个斜顶也跟大家讲完，但是呢，我估计你们能听懂的同学太少了啊，就你们能听懂的同学我估计寥寥无几，知道吧？有多少同学又不懂又想听的？我估计有一大部分都是这样，其实听不怎么懂，但是呢又想听，是吧？接下来的话呢，我给大家讲两种这种小斜顶，好吧？也是讲一下它不同的一个加工工艺，好吧？我们接下来主要围绕这个斜顶的一个加工来讲，行吧？好吧？可以吧？那洗正面怎么分宗？洗正面怎么分宗？啊，你是说洗这个面是怎么分宗？这边的这个面怎么分宗是吗？就是你是说加工这个面的时候是怎么分宗的，
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啥意思？是问的这个吗？都是用 U 基直接调标准件啊。标准件的话呢，只有这里同学们标准件在这里在气成模当中，其实能够用到 U 基外挂的这种标准件很少，知道吧？能明白吧？写这个正面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是写这个正面呀，我不就能分钟了呀？我一开始就是写的这个正面，然后再割，能明白吧？这个理解吗？这个料一开始它是一个正方形的料，知道吧？我先用这个正方形的料把这个表面加工出来，明白没有？然后再割这个侧边，知道吧？然后我们再加工这个边这一个面，最后我们再加工这个底部的面，明白？现在能明白了吧？对，你这样一问的我都就突然我都感觉我都有点懵逼了，我都不知道你问的这是啥了，明白吧？然后呢，还有一种加工方式，就是这是一种，知道吧？还有一种加工方式呢，我们是先加工什么呢？先加工这个倒扣的这些位置的面，再加工这个面，这个侧边的面，这个侧边的面，然后这个侧边的面，然后最后是怎么样呢？最后把这个斜顶头装到模具里面去，再来洗这个正面。这个能理解什么意思吗？就是它有两种加工顺序。那么这一种也有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正面先不加工，知道吧？它先加工这个四周的面，然后呢加工这个面，加工这个倒扣里面的面，这里该放电的放电，知道吧？然后呢做完了以后呢，把它等一下哦。最后呢，就是把这个斜顶呢装到这个模具里面来，把它焊上去，再加工，这个能理解吗？这种见过没有？就是这个表面没有加工的，把这个底部的这个位置加工出来了以后呢，把这个斜顶装到这个模具里面来，装进来了以后，再在这个表面来撸。哎，对，就是它跟模人一起加工，是的，这种也有。我刚刚讲的第一种那种也有，知道吧？但是那个时候就是说，如果说这样子加工的话，要把这个斜顶头要焊上，就是要用那个就要把这个斜顶头焊到这个先把它焊起来，然后再加工，知道吧？对。然后这里呢，同学们，我给大家还准备了呢，就是比如说同学们对于这个对于这一种斜顶，同学们。对于这个斜顶的这一个基准台，还有呢这一种模具的这种斜顶，它的基准台，大家注意看啊，它们的区别，看到没有？这一个斜顶的基准台在这里，对不对？是吧？然后这一个斜顶的基准台呢，它凹进去了，同学们看到没有？就这个地方它这里拐进去了，是不是？然后这边这一个斜顶呢，其实它都是同类型的，这个地方它是凸起来的，那么。这两个基准台，同学们知道它们的一个利弊吗？就我们单单针对于基准台这个点来讲，同学们你们有没有做过这一种？这一种有做过吗？这种有做过没有？应该没做过吧？这里的话，我跟大家讲啊，这一种的话，它凹进去的确实做的比较少，知道吧？就是这种就是说这样子做的，是做的比较少的。为什么这样做呢？那个做过的同学来回答一下，为什么这样做？它的好处在哪里？原因点在哪里？啊？这个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这样做？原因，这个最重要的是，就是说我们这样，其实你做成这样是很简单的，不会磨损。对，没错。对，没错，不会磨损，这是第一。其次，第二还有一个点，这样做的话，我们割这个斜顶洞的时候，只要割一刀，知道吧？我这个地方不需要再割一刀，能明白吧？但是这样做的话，它得割两刀，
看到没有？这样做的话，我们这一个基准台这张面要割一刀，然后这个斜面你得再割一刀，要割2刀。但是呢，这样做的弊端是什么呢，同学们？这样做它的弊端是什么？这样做的弊端，这个地方强度不够啊，对不对？是不是强度不够？我们这样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不会像就是不会像我们刚刚那样，它存在这种强度不够。这样做的话，我们还给它加起来了一点点，对不对？但是这样做的话，它在磨人上面，它要多割一刀。这个就是同学们，其实，我在上课的时候，我经常会跟大家讲，就像鱼和熊掌不能兼得，对吧？就比如说同学们，在大模具当中，我们能导圆角的全部导圆角，在小模具当中能不导的都不导，知道吧？你比如说在小模具当中，哎，这个地方这个产品没有立角啊，这个也没有。在小模具当中那种分形面，比如说这个地方是个立角啊，假设这里的分形线它这个地方是一个这样的立角，小模具当中这种立角我们是不会手动给它加圆角的。但是呢，在这一种模具，我们今天讲解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一种产品当中，你不管它有没有圆角，我们都会想办法给它加一个圆角。这个就是它有一个不同的加工工艺。这个可能课堂上面就是说可能做小模具的会偏多一点，知道吧？好吧？做小模具的可能大家偏多一点，做这种大型类模具的，我估计是就没几个的。有这种做这种比较大一点的模具吗？有没有同学们？啊，有没有？有的话打个1。没有。下一节课我再讲斜顶，我就不会讲这个了啊，知道吧？下一节课讲斜顶，我就不跟大家讲这个了，因为好像这个都不合大家的口味。但是呢，就当做是一种见识，好吧？就当做是一种见识，能明白吧？没有做大模具的，它可以是做钳工呀，对吧？它可以是做加工呀，它可以是编机呀，对不对？为什么说有能力做大模具的就不来看了呢？这个做大模具的他是做钳工的呀，他来学设计呀，你这个就，哎，对，你像这个同学对吧？没设计过，做钳工的时候呢，就做的很多，对不对 ？OK， 那这一节课我这个案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吧？这一节课我跟大家讲解的这个案例呢，就讲解到这个位置。然后接下来的话，同学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直接提问，好吧？同时呢，课堂上面如果听了这么久觉得有收获，想跟我来学习的同学呢，大家可以加我的这一个微信，好吧？